家好，我是苹果妹。今天呢，我们要开箱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东西，就是 Dyson 的 V12吸尘器。那为什么会买这台吸尘器呢？原因是因为我们家上一台吸尘器坏掉了。那台吸尘器其实非常强，我们已经用了10多年喽，到现在才坏掉。那在上一台吸尘器已经持续开始故障的时候呢，我就已经有在关注 Dyson 的吸尘器了，但是迟迟没有下手。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看一下这台吸尘器为什么吸引我，然后还有它有哪些特色吧。我们现在直接来开箱。那这个呢，其实是透过经销商购买的，然后它是直接寄到我家，所以就有这样子一个纸盒。那我必须要说，它送来的时候比我想象中体积还要小蛮多的，因为过去对于吸尘器的印象就是很大一台嘛，尤其是那种拖在后面的那种吸尘器，通常都是一个人搬不太动的那种状态。但是这一台呢，我必须要说，它的体积不止小，而且它还蛮轻的。然后我现在呢，已经把整个外盒拿出来了，我们直接来开箱吧。哦天啊，我好兴奋哦，好开心哦。OK。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了，就是 V12本身。那这台主机呢，其实这次改款改蛮多的，也是我主要会买它的原因。那其实我一开始呢，没有打算说要买这个最新款的 V12。那个时候我是带着我妈一起去 Dyson 看吸尘器，才发现说有这个最新款。然后这个最新款的几个特色都非常的吸引我，包含说这次呢，它终于不用一直在按着那个按钮了，它有一个开关键，就是你只要按一下这个开关，它就会持续的去吸。然后这台续航力有增加，就是之前如果你想要持续的吸60分钟的话，它的那个重量非常的重。然后这一次呢，在续航力的部分，它最长就是60分钟嘛，但是它的重量就比较轻。然后这次它的电池也改成可以拆卸式的，因为 V11好像是不能拆电池，是不是？然后这店员跟我讲说呢，这个电池就跟手机电池一样，它是有年龄的，就是它会随着时间耗损。然后我记得它好像是说3到5年吧，然后到时候如果它真的坏掉的话呢，你就可以去跟它买一颗电池，那一颗电池可能是3000到5000不等的。另外还有一些比较基本的特色，像是它的这个集尘杯可以拆开来洗啊，或者是它在倒集尘杯的时候你不会碰到手这样子。然后这台 V12呢，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这次有一个绿光的吸头，我来拆给大家看一下。那其实它就是 Fluffy 本身啊，就是 Fluffy 的吸头，它这根是软绵绵的，然后主要是用来吸硬质的地板，像是木材啊或是石材的地板，就是可以用这一支吸头。然后这次呢，它就是有一个雷射绿光，然后它会去照地上的灰尘，让你看得比较清楚。那除了绿光可以照灰尘之外呢，这次 V12还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技术，就是它可以侦测灰尘，就是它可以透过灰尘震动的频率来感受说这个灰尘它的大小还有数量。那这样子可以干嘛呢？就是它侦测完之后呢，它就会帮你调整吸力大小，而且还不止这样子，它还可以分析这个灰尘是什么东西，例如说它是尘螨啊，还是过敏源啊什么的。那侦测出来的这个结果呢，它就会出现在这个荧幕上面，这边有一个 LCD 的荧幕，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灰尘现在是怎样的状态。然后它在调整吸力的时候呢，它也会一并显示在这个 LCD 的荧幕上面。打开的时候，大家就会看到上面有一个时间。那这个时间就是它可以持续吸的时间，也就是它的续航力。那当然是越弱的话，它就会越久嘛。而且还不止这样子哦，这个荧幕呢，它也会显示说，如果你故障的话，现在问题是出在哪里。总而言之，就是非常智慧就对了。那我必须要说，这么高科技的吸尘器，我真的是第一次用，因为之前用的那台就是比较傻瓜一点的那种吸尘器。除了这个 Fluffy 吸头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吸头也非常吸引我，就是专门用来吸头发的吸头，我真的超级需要的，因为我头发真的超多的。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吸头。这个吸头是专门用来吸头发的，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有一个漩涡，有没有？这个漩涡就可以防止这个头发缠绕在这个刷头上面。而且我家又有养猫，所以平常就会吸到很多头发啊，还有动物的毛等等的，所以就非常需要这个吸头。只是我自己还蛮疑惑的，因为通常过去买吸尘器都会送很多吸头，最后都只会用同一个，所以我是蛮抱持着怀疑的态度，我到底会不会用这个吸头啦？然后它的吸头很强的，就是它都可以拆下来水洗哦，就是它是可以从旁边这边转开，然后把里面的这个吸头拆下来拿去洗。然后它的那个 Fluffy 也是可以洗，就是它这个毛茸茸的部分是可以拆下来洗的，就很方便。因为过去很多那种吸尘器的吸头啊，它这边都会缠绕头发。
或者是一些脏东西。那如果你可以把它拆下来的话，就会方便很多。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去买的时候，店员有跟我们示范这个转接头，然后它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它可以帮你调整角度，例如说你今天调整到这样子的角度的话，你就可以去吸床底下或桌子底下，非常的方便。然后你只要按这个开关，它就会松开了。非常好装，超级好装的。好的，那我现在装完，我现在实际来吸看看。玩了一下，我发现跟过去的吸尘器差的非常多的一点，就是它没有办法自己站立，因为平常在吸地的时候一定会需要移动桌子或椅子之类的。那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找地方去把它靠着。然后刚才呢，我有测试了一下那个自动模式，就是你把这个模式呢开到 Auto 的时候，它就会随着它侦测到的灰尘量去调整它吸力的大小，就非常的强。然后在充电的部分呢，在这边。就是你要用它的那个充电座，这边就是它的充电头，其实非常小比我想象中的小。我觉得这一次购买这个 Dyson 呢，它彻底让我改观。我觉得它已经变成彻彻底底的一个电子产品了。那我刚才有说 V12它有分3种组合，然后价格也不一样，到底是差在哪里呢？那这3款呢，分别是 Fluffy、Total Clean 还有 Absolute Extra。那我买的是标配的 Fluffy 款，它里面有附6种吸头，就包含我刚才说绿光的那个 Fluffy 吸头。那再上一阶的 Total Clean 它会比 Fluffy 款还要多出2款吸头，第一个是直趋式吸头，第二个是印字吸头。那直趋式吸头呢，它其实就是所谓的全能吸头，它可以用来吸地毯。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住在欧美国家的话呢，你就可以用这一支来吸你家的地毯。但是如果你是用 Fluffy 那个吸头的话，你就只能吸硬地板。所以 Total Clean 这一款它2个主要吸头都会有，总共就是8个吸头，如果我没有讲错的话。然后最后一款 Absolute Extra 它会比 Total Clean 还要多一个电池，就是可以替换用的电池。那在价格的部分呢，我买这个标配 Fluffy 款，它是21900元。那我是有搭配百货公司的活动，所以这样算起来是2万出。然后再上一阶的 Total Clean 它贵2000块，也就是23900元。那最高阶的这个 Absolute Extra 它是25900。那现在呢，在各大通路你都可以买到前面2款，也就是 Fluffy 跟 Total Clean。那如果你想要买到最高阶的那一款的话，你就要跟官网订。那今天开箱完呢，我期待我可以用它至少用个5年以上吧。而且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体验，因为我从来都没有用过这么智慧的吸尘器。那如果你想要看我使用一阵子的心得，或者是有任何问题的话，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我们今天 Dyson 吸尘器的开箱影片就到这边，我是苹果妹，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